上一期我讲了美国的奇奇怪怪的免签政策，能参与 VWP 计划的国家或地区一般是需要有不超过 3% 的拒签率。这一期我们讲一下美国的拒签规则，还真的挺狠。美国签证有一个好，就是会堂而皇之的把每一年的拒签率放在官网上。上一年可以看到中国的拒签率是 30.39%， 当然这个只是 B 签证的拒签率。另外你也可以在官网上看到每个月签发的数量，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就是2023年3月的时候签发了17262张 B1、B2 签证。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网站可以更直观的帮你分析每签的签发数量和通过率。美国签证拒签一般会给你发放一张白纸，告诉你基于214B 条款不能发放签证。美国签证官网在商务旅游签证条件里面有这样的说明：如需申请 B1、B2 签证，必须向签证官证明自己符合美国移民与国籍法 INA 中规定的签证申请条件。根据 INA 法案 214B 条款，所有 B1、B2 签证申请人一律被视为有移民倾向，除非申请人能够证明自己符合下述条件：赴美目的是短期访问，比如参加商务、休闲、医疗活动，计划在美停留的时间有限且确定，有足够资金来支付在美停留期间的所有开销，在美国境外有居所，并具有牢固的社会经济联系，能够确保在赴美行程结束后如期返回。看上去好像说了什么，却又什么都没说。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没有直接提及判定标准，但外交事务手册提及，申请人必须证明有永久性工作、有意义的商业或财务关系、密切的家庭关系或社会或文化联系，这将表明有强烈的返回原籍国的动机。学生签证 F 类中，国外住所的要求与其他类别的非移民签证不同，学生缺乏更成熟的签证申请人所具有的强大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他们也计划在美国停留更长时间。领事官员应当考虑申请人目前的意图，而不是他们在美国长期逗留后可能会做什么。对 B 类或 F 类签证的拒签没有行政上诉机制，也没有司法复核机制。领事官员做出的事实性认定，例如认定申请人没有在外国无意图放弃的住所，是终局认定，并将直接导致拒签的结果。领事官员没有义务向申请人说明具体的理由，而只需告知申请拒签的法律依据为 214B。 美国国务院要求领事官员向申请人发出预先印制的格式信件。美国最高法院在1950年的某个判例中说，无论国会授权何种程序，就被拒绝入境的外国人而言，这都是正当程序。这一原则被称为领事全权原则或者领事不可审查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只是美国法律和法院判决创设的，它不是英美普通法的直接结果。在同属普通法系的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第72条列明，签证官的一切决定都可以受到司法复核，而签证官做出的决定的具体理由可以根据信息获取法和隐私法加以调取。如果签证官的决定不符合判案中确立的正当、透明、可理解的要求，其决定将被法院认为不合理并加以推翻。说的直白点，就是加拿大可以调取拒签记录并且推翻原先结果，而美国不可以。即使你现在已经拿到了美国签证，即将前往美国，一切顺利，到达了机场口岸，也未必一定能入境。美国签证是允许持有人前往美国口岸申请入境的文件，并不能确保申请人一定能入境。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第214B 条款不仅适用于申请签证时，也适用于申请入境时。如果签证持有人未能在申请入境时说服移民官他们具有签证类别所对应的非移民身份，其仍然将被推定为移民，并将根据该法第212A7
2AIL 条以申请人是未持有移民签证的移民的技术性理由拒绝其入境。如果申请人被拒绝入境，则将会进入快速遣返程序。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第242A2 条列明，被快速遣返者不能就该遣返令寻求司法复核。该法第212A9A 条亦规定，遭快速遣返者5年内不准入境美国。有时移民官员会准许申请人自愿撤回入境申请，此情况属于快速遣返，而当事人也不会被禁止入境5年。无论是自愿撤回入境申请还是快速遣返，当事人持有的非移民签证通常会根据该法的第221I 条及美国联邦法典第22章第41.112D 条予以撤销。发出签证的领事馆的官员有权根据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第221I 条随时撤销已经发出的签证。根据领事不可审查原则，当事人并无陈述、抗辩等正当程序权利。美国签证除了拒签，还有更狠的入境禁令，例如伊朗禁止移民和非移民 FM 节签除外，也就是学生签证可以。叙利亚禁止所有签证。苏丹2017年1月到2月、3月到6月被禁止所有签证。伊拉克2017年1月到2月禁止所有签证。利比亚禁止移民和非移民必签。索马里禁止移民。也门禁止移民和非移民必签。朝鲜禁止所有签证。乍得禁止移民和非移民必签。委内瑞拉禁止委内瑞拉政府机关官员及相关人士的非移民必签。此外，作为对俄乌战争的反应，凡持有克里米亚或顿巴斯俄战地区签发的俄罗斯护照，均会被拒绝入境美国。与上述禁令无关，美国政府还曾以合作不足为由，限制签发对以下国民的签证：柬埔寨，该国外交部总监级官员或以上及其家属的非移民必签；厄立特里亚，非移民必签；几内亚，该国官员及家属的非移民必 FJM 签；塞拉利昂，该国外交部及移民厅官员的移民必签。关于美国签证拒签事件，曾发生过一些著名的事件，例如最著名的被拒签人士是现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当时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由于莫迪担任首席部长期间，古吉拉特邦在2002年发生严重宗教冲突，他于2005年申请美国外交签证时，被当时的小布什政府以移民法一条从未被引用过的条款，外国政府人员若蓄意迫害宗教信仰，需禁止其入境美国，而被拒签。当时他持有的 B1、B2 签证已被撤销。2014年，莫迪赢得印度总理选举，奥巴马政府收回之前做出的决定，表示将对其放行。另外，普拉博尔苏比安托也是被拒签的著名人士。2000年，美国国务院拒绝了普拉博尔赴波士顿参加其子毕业典礼的签证申请，当时并未说明原因。而在2012年，他仍然被拒签。美方指其在苏哈托下台后煽动暴乱，导致数百人死亡。美国在2011年通过一项名为沃尔夫条款，简单的说就是禁止中国参与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活动的条款。2013年在举办的第2届开普勒科学会议上，中国科学家的参会申请被全部拒绝，此举引发多国重量级科学家的不满。2017年3月，中国月球和空间探测工程中心副主任于国斌被美国拒签，无法参加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大会。另外，最后提一点，2020年1月24日起，若美国领事官员有理由相信旅游签证的申请人赴美目的是为生育，令孩子成为美国公民，将拒绝向申请人发放签证。